说的没基本的判断。除了他这个骗你之外，你觉得这个男人还有什么不行啊？到这儿来，我坐月子期间，他不经过我同意的时候就把工作辞了。他最起码应该尊重我一下，应该跟我打声招呼，或者我们两个商量一下。我辞职是为了更好的能照顾你，还有孩子，因为东北的12月份冰天雪地的，如果我不辞职去伺候他跟孩子的话呢，只能说2个老人去伺候他。我的丈母娘呢已经60多了，我母亲那将近70的人了。我感觉我做的对，我辞了职，为了照顾他跟孩子。我的很多同事呢，还有就是说我的同学，特别羡慕我这么做。咱们不管别人羡慕不羡慕啊，这事儿不已经发生了吗？孩子呢3岁了吧？得5岁了，现在5岁了。那这件事我做的没有错啊。不是，我就问嘛，照顾的好吗？不好，他把工作辞了，美其名曰好好伺候我月子，然后他还去跟朋友去喝酒去。恨不得就泡到酒缸里了。哦，没照顾月子，照顾了，是喝酒去了。不是，就是说啥呢？就是说正常我照顾他以后呢，谁都有几个朋友，因为我已经辞职了嘛，为了能更好的找一份工资高的工作，通过朋友介绍给我。您的这些想法都实现了。看他现在还找这些理由。我辞职不也是为了家吗？伺候孩子，伺候我辞职也是为了咱们有更好的生活吗？但是现在生活也没有太好啊。咱们这么判断，他有没有努力？我认为他不努力，隔3差5就出去跟朋友去喝酒，喝的非常多，自己6、7瓶、7、8瓶，现在就是导致的他前2天脚疼，然后上医院检查都得痛风了，还有就是他喝完酒回家说孩子。现在孩子这么点儿，他老说他不让孩子跑，不让孩子跳。我那是在教育他，因为孩子他已经5岁了。我也是想望子成龙，我想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这一点就是说的我没有做错。谁家孩子5岁跑跳啊？家里人你不准跑，你不准跳。你听说过老话吗？3岁看小，7岁看老。所以孩子在3岁，但是我不希望你这么管孩子在3岁到7岁之间，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年龄段。所以说，从小把好的习惯要教给他。他现在刚5岁，你就这么管他，那等到青春期了，你还能管他？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爹，爹教育儿子是理所应当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想让孩子害怕你？那可能是我的方法可能是有点过激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过激啊！你不应该这么教育孩子。但是我教育孩子，我的出发点错了吗？没有错。行，小儿子是这样，大儿子来的时候你也说孩子。你别说大儿子，你说大儿子我更生气。老大今年都12了。他什么事儿不懂吗？他什么事儿都懂，因为咱小儿子他已经把他的大哥当成他的榜样，但是呢，老大做到了吗？老大特别贫，特别不懂事儿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每次来，他都在玩手机。你想想，他正是以学业为主的一个年龄段，不应该是玩手机，而且他玩手机，他的眼睛已经玩的就是说朝近视这个方向在发展，而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呢，老二天天跟他在一起玩，间接导致老二也跟他在一起玩手机，我说他也是为了老大好。那你的意思也是说想让让他给2个孩子在一起，不是说的你非要干这个买卖，把那个钱赔进去了，是不是我可以付个首付买个学区房？怨我吗？你就是一直就认为我做这个买卖赔钱了，一直就是在埋怨我这1年。是这个买卖是当初我愿意干的，我干之前我已经征求你的意见了。是你同意的情况下，我才做的这个买卖，确实是没挣着钱，但是你也不能老因为这个说辞就不让我干了。没听明白什么情况啊？我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小买卖。不是，这跟装修有什么关系？刚才不是说装修还是毛坯房？我家还有一个动迁房，房子还没回钱。后期我俩就打算说的用一部分积蓄给孩子买一个校区房，然后我就做这个小买卖就把这个钱动了，他就一直就是那您同意了吗？埋怨我。是他自己偷偷的把这钱拿去做了买卖，还是您同意了呀？同意了。同意了，你怪人家干嘛呀？你家里一个大老爷们儿的钱投资，谁还没个投资失误的时候呀？你得认呐，你怪人家干嘛呀？他老埋怨我干这个买卖以后我就看不了孩子了，然后那个我妈看孩子，有的时候我妈出去实在没人看的时候，就让他来看孩子。然后他就说他干这个网约车不挣钱，是因为他总给我看孩子。老拿这个当理由，
那你说我去看孩子，那不就耽误我不是你看挣钱了吗孩子有什么不行的吗？我没说不行，但是这个事我儿，特好奇这件事儿，就一个当爹的说，哎，今天轮你看一天孩子，不挺高兴的吗？我的意思是啥呢？这个买卖吧，两头你得磕出一头来。不是买卖当初是不是你决定跟他共同决定要做的呀？是，做这买卖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后续这些问题啊？没有考虑。那没考虑就不要抱怨嘛，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一直在问你们所有事情的结果。虽然生活不靠结果论来主导，但是日子有时候恰恰就是要拿结果来反推的。比如说，小儿子你觉得带的不好，谁的责任啊？我有，你有责任，有责任他有责任，对吧？这肯定是爸妈。我没有责任。孩子带的不好，肯定是爸妈的责任。但是他当初承诺我不用看孩子，然后现是你在儿子吗？ 5你不年把我用看绑住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，哎。是我儿子是不假，但是他要是不承诺的话，我看我是你老不会大看埋怨的。没看啊？我老大没看，为什么不看呀？因为当都是自己时的儿子。上班，因为当时上班。你前夫也承诺你说不看孩子了。对呀、哟，你这生活，那为什么离婚啊？因为他出轨了。我不是不愿意看孩子，是因为我需要上班。谁不需要上班？在座的谁不需要上班？周群老师，你看孩子吗？看呀，莎娜老师，你看孩子吗？看啊，你给孩子辅导功课吗？曲总。必须的啊。严老师，你看孩子吗？当然看呀，必须啊。谁不工作呀？谁不看孩子呀？我就挺生气，就是说的你气什么呀我不是说我逃避看孩子，不是，我是觉得孩子，如果你发现他有问题了，首先肯定是父母的问题，因为他今年只有5岁吧？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承认呢？我承认呢，但是他你有没有问题承诺我的，你有没有问是我题？不看？他是个骗子我觉得我没有问题，孩子无辜啊，你没问题，所以你们夫妻俩怎么能不吵呢？你都没问题，他也全正确，他的理由多充分啊！我是为了给你坐月子，买卖你做败了，要不然我们生活不是这样。你们俩谁反省过自己啊？但我认为我一直没有错。他要是当初不承诺的话，我肯定不会生气，我也不会认为他骗他我。不承诺，你都不会嫁给他。就一个愿意骗，所以说一个相信骗所以嘛。我让这个骗子给骗了。那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互相指责吗？你们有俩儿子呢，还有因为我们生活呢已经生活6年了，他当初对我的承诺，他都没兑现，我对他已经很失望了。如果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就不想再跟他走下去了。又不过了是吧？那您希望他变成什么样，您就跟他过呢？肯定是当初他承诺我的，他兑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饭他做，对吧？5岁的孩子从今天开始都是他看，您就跟他过，是不是？对。一个网约车司机干了这个，他怎么干网约车但是呢？他干网约车，他也没挣着太多钱呢。他要是挣了太多的然钱，是不是这件事儿就可以不用做了？他要是说他好好开网约车的话，这些东西可以不做。所以啊，你要的不是他的承诺兑现，你嫌这个男人不能挣钱嘛？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嘛？那你说，最起码他得给我一个稳定的房子呀。不是夫妻一起去打拼吗？因为我结婚之前他有房子，到现在我们也没住进去，还没住怎么进去也不是拼呢？他的事儿，你是拆迁房是吧？对，回迁房。对呀、那不是没盖好吗？等呗。您在这把岁数都2个儿子的妈了，您还没弄清楚什么叫生活吗？我能等，孩子能等吗？现在不是有房子吗？现在我们在租房子，而且还是租的是毛坯房。哦，现在租房子是因为你没回迁是吗？对，一直没有回迁。那就接着租啊，没这条件啊，你们不努力工作呀，你们互相埋怨啊那我出。去做买卖，然后他还埋怨我。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您嫌弃他不能挣钱嘛，您就直接说这个问题嘛。现在想怎么样呢？我太累了，我不想再给他机会了。我听明白了，就是您实际上是不想跟他过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家说白了有没有他，您觉得都一样，是吧？不是，那有啥不一样的呢？毕竟他是男的。毕竟他是男的。哎呀，那世界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呐。所以您到底要干嘛呀？想明白了吗？你也仔细琢磨琢磨，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能把一个女人逼到这个墙角上去？他会说我们结婚6年，在结婚之前的一个承诺，他没有兑现，
他拿这个来说事儿，那这6年的日子是个什么样的日子？你得好好反思反思。一个已经对现在的日子绝望了嘛，一个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，这个里面就有预期的问题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努力，还是能力不够，或者运气不好的问题，很复杂。那面对这些风险的时候，夫妻之间要不要共同承担呢？还是所谓的大难来时要各自飞呢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。媳妇儿，从结婚到现在6年了，酸甜苦辣都已经尝过了，而且这一路走来呢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我承认我自身呢也有一些小毛病，我会慢慢去改变，我还会爱你，还有2个儿子会更加的爱你们。我争取2年之内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媳妇儿，咱俩回家好好过日子，我会更加的爱你宠你。媳妇儿，我爱你。您2年能买一套房子吗？您不能再随意的承诺了。婚姻靠的不是承诺，是实实在在的做呀，兄弟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怎么会人到中年把日子还过得这么糊涂呢？他们就是把生活想得太容易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挣钱真的不是目的，家庭生活最重要的是和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让好不是，好不好？